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半年，中国的石油能撑多久？本期虎先生奇谈就用硬核数据和真实布局给大家讲透。面对这场极端危机，中国的能源够不够用？会不会出现缺油少气、停电停气的情况？能源安全到底有没有保障？霍尔木兹海峡被称作世界油阀，它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，北边是伊朗，南边是阿曼，是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唯一水道，最窄的地方只有33公里。正常情况下，大型油轮轻松通过，可一旦这里被封锁，波斯湾沿岸的所有产油国、原油和天然气都运不出去。外界可能对这个水道的运量没概念，全球每天有超过2000万桶原油要从这里经过，占全球海运石油贸易的30%以上。全球25%的液化天然气也得走这条水道。沙特、伊拉克、伊朗、科威特、阿联酋这些产油大国90%以上的石油出口都必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这条海峡打个喷嚏，全球能源市场都要感冒。一旦封锁半年，全球石油供应会出现巨大缺口，国际油价大概率会突破150美元一桶，比正常价格高出1半还多。全球各国的能源进口成本都会暴涨，经济发展都会受牵连。而中国是全球第1大原油进口国，第2大能源消费国。这里多说一嘴，世界第1大能源消费国是美国，中国原油进口量全球第1，但总能源里煤炭占1半，自给自足，抵消了原油进口的规模。美国油气自己家消费总量更大，所以总能源消费排第1。中国每年要进口大量石油和天然气，中东地区又是中国最重要的油气来源地之一。霍尔木兹海峡自然和中国的能源安全息息相关。要判断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半年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，第一步就是算清一笔账，中国到底有多依赖这条海峡的油气，真实的依赖度到底是多少？首先说石油，这是外界最关心的。目前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大概在 73%， 也就是每用10桶石油，有7桶多要靠进口。这个比例确实不低，但进口来源可不是只盯着中东，更不是只靠霍尔木兹海峡。中国早已搭建了全球5大石油供应板块，分别是中东、俄罗斯、非洲、中亚和美洲。近几年的数据显示，中东国家向中国提供的石油占中国总进口量的 40% 到 45%， 这其中 90% 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。折算下来，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口的石油只占中国全国石油总消费量的 25% 到 30%。也就是说，即便这条海峡彻底封死，中国还有 70% 以上的石油供应不受这条水道的直接影响，只会出现2到3成的供应缺口，而不是全面断供。这个缺口听起来不小，但完全在中国的应对能力范围内。再看天然气，影响就更小了。中国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大概 39%， 比石油低很多，而且进口分为2部分，一半是陆路管道气，一半是海运液化天然气。陆路管道气从俄罗斯、中亚、缅甸过来，全程走地下管道，和海上航道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完全不受封锁影响。海运的液化天然气里，只有卡塔尔、阿联酋这2个波斯湾国家的气源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，这部分只占中国天然气总消费量的 6% 左右。就算彻底断供，也只是局部阶段性的影响，不会出现全国性的缺气，做饭、供暖、发电都不会受太大冲击。总结下来，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半年，对中国的能源供应有冲击，但不致命，会出现阶段性的缺口和成本上涨，但不会出现外界担心的能源崩溃、生活停摆的情况。接下来就逐一拆解中国到底布下了哪些防线，能稳稳扛住半年的封锁。应对能源供应中断，最直接、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战略储备。如同家庭储备粮食，遇到突发情况，先靠储备渡过难关。国际能源署有个硬性标准，成员国必须储备至少90天的净进口石油量作为安全红线，而中国的石油储备早已远超这条红线。经过20多年的建设，中国已经建成了国家战略储备、商业储备、企业义务储备3级联动的石油储备体系。国家战略储备是国家统一管控的核心储备，专门应对大规模供应中断。商业储备是中石油、中石化、中海油等企业的周转库存。企业义务储备是炼化厂按照规定必须留存的生产备用油。这3部分加起来，中国的石油总储备量能覆盖140天以上的净进口需求，最多能达到180天，刚好就是半年的时间。这些储备基地遍布全国，
舟山、镇海、大连等沿海基地靠近港口，调配速度快；新疆、甘肃等内陆基地避开海上风险，形成双重保障。一旦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，中国会立刻启动储备投放机制，先动用企业和商业库存，稳定市场供应，中期大规模投放战略储备，精准填补缺口。而且储备投放有优先级，优先保障民生、交通、农业、医疗等关键领域，民众日常用油用气会放在第一位，高耗能、非必要行业会适度压缩消费，确保储备用在刀刃上。天然气方面，中国也有完善的储备体系，地下储气库、沿海液化天然气储罐，总储备能力能完全覆盖中东气源中断的缺口。城市供气、冬季供暖基本不会出现断供。可以说，光是战略储备这一道防线，就足以让中国平稳度过半年的封锁期。光有储备还不够，中国早已形成共识，能源安全不能靠单一通道、单一地区，必须多元布局，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，这是中国的第二道防线。首先，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最稳定的石油来源，目前是中国第一大石油进口国，且所有油气均通过陆路管道和铁路运输，完全不用经过霍尔木兹海峡，地缘政治风险极低。一旦海峡封锁，俄罗斯可以迅速提升输油量，在现有基础上增加 20% 到 30% 的供应，成为填补缺口的主力军。其次，非洲和南美是中国另一大稳定油源，安哥拉、尼日利亚、巴西等国石油运输航线不经过波斯湾，中国可以随时加大进口量，快速弥补中东石油的空缺。即便在中东地区，也并非完全没有替代路线。沙特的东西横贯管道、阿联酋的富查伊拉港口都能绕开霍尔木兹海峡，将原油运至红海或阿曼湾，再装船运往中国。虽然成本有所上升，但能保证 70% 以上的中东原油仍可正常运抵中国。除了海上航线，中国还有3大陆路能源通道，是完全不受海上封锁影响的能源生命线。西北方向，中哈原油管道、中亚天然气管道将中亚油气直接输送至中国西北。东北方向，中俄油气管道连接俄罗斯西伯利亚油田。西南方向，中缅油气管道直接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，将油气送至云南。这3大陆路通道每年可向中国输送7000多万吨石油、1000亿立方米天然气，覆盖中国近 30% 的油气需求。即便全球所有海上航道被封锁，中国仍可依靠陆路通道维持基础能源供应，外部供应再稳定，也不如自身产能可靠。国内能源产能是中国的第3道防线，也是最稳固的底线。在石油方面，中国国内每年石油产量稳定在 2.1 亿吨以上，占总消费量的 27%。大庆、胜利、塔里木等主力油田持续稳产增产，深海石油、页岩油开发不断突破，极端情况下还可释放应急产能，进一步提升供应能力。煤炭是中国能源的压舱石，中国每年煤炭产量超过45亿吨，位居全球第一。在石油天然气供应不足时，煤炭可通过煤制油、煤制气、煤电等方式顶压，大规模替代油气消费。仅煤制油一项，应急产能便可替代上千万吨石油，成为最后的安全保障。天然气方面，中国国产天然气年产量超过2500亿立方米，自给率超过 60%。页岩气、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产量持续提升，进一步降低了对进口气源的依赖。更重要的是，中国新能源发展处于全球领先地位，风电、光伏装机量全球第一，可再生能源发电替代了大量化石能源发电，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全球第一，每年减少上千万吨汽油消耗。从消费端缓解石油供应压力，国内产能叠加新能源替代，让中国拥有稳固的内部能源基本盘。即便外部供应出现波动，也能依靠自身守住能源供应底线。综合来看，中国完全有能力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半年封锁，但客观而言，这场危机并非毫无影响，中国仍会面临一些实际压力。首先是油价上涨，国际油价飙升会推高中国进口成本，炼化、航空、物流等行业生产成本增加，可能带来一定输入性通胀。其次，东南沿海部分依赖中东油气的省份会出现阶段性、区域性供应紧张，需要全国统一调配。最后，油轮绕行会导致航运成本大幅上升，运输时间延长，但这些压力均处于可控范围。中国会启动价格调控机制，稳定国内成品油和气价，避免价格大幅波动，影响民生。同时启动全国能源调度，
平衡区域供需，保障民众正常生活不受影响。最后回到最初的问题，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半年，中国能源有保障吗？答案十分明确，有，且保障稳固。从充足的战略储备到多元的全球供应，再到安全的陆路通道与稳固的国内产能，中国早已构建起全方位、多层次的能源安全体系，足以抵御长达半年的海峡封锁，不会出现缺油少气、停电停气的状况。民众日常生活、国家工业生产、社会整体运转均可保持平稳有序。世界并不太平，能源博弈从未停止。这场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也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：未雨绸缪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